你知道吗？当今全球平均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深受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困扰。高血糖问题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隐形流行病。许多人为了健康严格控制饮食，不敢碰甜食，但血糖数字却依然像云霄飞车般忽高忽低。甚至有人每年体检都显示血糖正常，却在某天冷不防被诊断出糖尿病前期或爆发并发症，让人防不胜防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最近，日本最新研究震撼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，它其血糖飙升的最大元凶，竟然就藏在我们每天的餐桌上。它几乎天天陪伴我们，却常常被我们所忽视。最近，日本 NHK 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关于血糖的特别节目，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健康危机，其经餐后血糖飙升。在节目中，一位40多岁的上班族森田先生，平时身体健康，没有糖尿病，却在某天午饭后突感胸口剧痛，被送进医院。诊断结果让他大吃一惊，他竟然心肌梗塞，而罪魁祸首正是餐后血糖的急剧飙升。医生检测发现，森田先生那天餐后1小时血糖竟飙到 12.64 毫摩尔每升，约227毫克每分升，远远超过正常值。更让他不解的是，他每年的体检血糖报告都显示正常，怎么会突然变成高血糖患者呢？其实，森田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。相关调查显示，在触发心肌梗塞等心血管意外的患者中，有近一半同时存在餐后血糖飙高的现象，只是平时未被察觉而已。其实，像森田先生这样体检正常的隐性高血糖患者并不少见。节目组对65名空腹血糖正常的志愿者进行餐后血糖测试，结果发现其中有20人餐后血糖飙过正常上限，比例高达30%，甚至一组20多岁身材苗条的年轻女性中，也有将近1/4出现餐后高血糖。这意味着高血糖并不是肥胖或老年人的专利，它可能潜伏在各个年龄层的人群中。不少人空腹时血糖看似正常，但吃完饭后的1-2个小时内，血糖会偷偷飙高，然后再降回去。因为体检通常只测空腹血糖，这种短暂的峰值很难被发现。但就是这种被忽略的隐形血糖尖峰，日积月累地侵蚀着我们的血管和器官，提高日后患上糖尿病、心脏病、中风，甚至失智症和癌症的风险。研究统计显示，餐后经常出现高血糖的人群，未来罹患心脏病、中风的几率是正常人的 1.9 倍，发生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高出 1.6 倍，部分癌症的风险也增加近 1.5 倍。换句话说，餐后血糖飙升是一个暗藏的健康杀手，我们必须重视。那么，为什么有些人不怎么吃甜食，血糖却依然容易飙高呢？关键就在于胰岛素的作用跟不上血糖的上升。一方面，随着年龄增长或生活习惯不良，有些人的胰脏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下降。另一方面，现代人常见的肥胖和内脏脂肪超标会导致细胞对胰岛素不感冒，也就是胰岛素阻抗。再加上许多人久坐缺乏运动，肌肉含量下降，而肌肉是吸收血糖的重要去路之一，身体处理葡萄糖的能力可谓雪上加霜。结果就是，就算你吃进相同的糖分，血液中的葡萄糖也更不容易被细胞吸收利用，因而在短时间内血糖值冲到比别人更高的峰值。久而久之，这种餐后高血糖反复出现，就像洪水一次次冲刷身体的管道，危害悄然累积。日本糖尿病专家形容，人体对抗血糖飙升的能力就好比海绵吸水。年轻健康时，海绵能快速吸收多余的糖，但随着胰脏功能变差，胰岛素阻抗变强，海绵变得干硬，糖水就容易溢出到血液里。这时候，如果我们再在饮食上犯错，就等于火上浇油，让血糖峰值一次比一次高。提到饮食犯错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吃了太多甜食、含糖饮料或白饭面条这类碳水主食。然而，日本一位权威血糖专家经过长达58年的研究，却发现血糖飙升的最大元凶并非我们以为的糖或白米饭，而是一种几乎人人天天都会犯的致命饮食错误。他指出，有些看似健康或无害的食物，其实升糖指数极高，
吃下肚后会让血糖像坐云霄飞车般急速攀升。不少人正是因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摄取这些隐形升糖炸弹，才会导致血糖控制困难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很多人都找错了对手。真正让血糖飙升的黑手，不一定是方糖、蛋糕这类明显的甜食，而往往是那些不甜却胜似糖的日常食物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并不是说白米饭就毫无影响，只是相较之下，白饭往往不是造成血糖失控的最主要因素。尤其如果像日本人那样定量食用，并搭配丰富的菜肴汤品，白饭的升糖作用可以被其他食物所缓冲。因此，我们真正该提防的不是适量的饭，而是那些我们错以为无害却会猛拉血糖的东西。这些被点名的高升糖食物究竟有哪些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一天的饮食来盘点5大常见的血糖元凶。首先登场的是早餐界的隐形炸弹白吐司。早上匆忙时，很多人喜欢拿几片白面包夹点果酱当早餐，看起来清淡简单。其实白吐司是精致淀粉的代表，升糖指数极高。一片白吐司的淀粉含量可不比一碗白饭少，而精白面粉制成的面包缺乏纤维，消化起来特别快，等于让葡萄糖迅速倾巢而出。更糟的是，许多人喜欢在吐司上涂抹厚厚的果酱或奶油，果酱里含的糖分更是直接推波助澜。一份看似平平无奇的吐司加果酱早餐，可能瞬间把血糖推上高峰。有营养师戏称，白吐司是伪装成主食的甜点，绝非危言耸听。毕竟白面包抹糖浆的升糖效果真的不亚于直接吃蛋糕啊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2号元凶，打着健康旗号却暗藏大量糖分早餐谷物麦片。超市架上的许多即食谷物麦片、早餐 cereal 包装上印着全谷、高纤维、强化维生素，看起来营养丰富又方便，但千万别被它的外表骗了。大多数市售的酥脆麦片为了好吃，都添加了大量糖和麦芽糖浆来烘烤调味。有的蜜糖口味麦片含糖量甚至比饼干还高。以某款蜂蜜玉米片为例，其糖含量占总重量将近40%，泡一碗分量就等于吞下3大匙糖。难怪有人说，一碗麦片其实就是一碗变相的甜点。营养师提醒，吃麦片时仔细看看成分表，你会发现糖常常高居配料表的前几位。早上空腹吃下满满糖分混合精致谷物，血糖不飙才怪呢。因此，那些以为吃麦片就很健康的控糖人士，其实可能每天早晨都在给血糖添上一把火。第3种让血糖即使狂飙的食物，很多人甚至觉得它是养生零食，那就是水果干。没错，你没看错，就是那些看似健康的葡萄干、芒果干、凤梨干。新鲜水果虽然含果糖，但因水分和纤维多，升糖速度较缓。然而一旦变成水果干，水分全无，糖分高度浓缩，同样重量下，水果干的含糖量往往是新鲜水果的3到5倍。一小把水果干就浓缩了好几倍于同重量鲜果的糖分和热量。比如一小撮葡萄干的含糖量相当于一大串新鲜葡萄，更别说很多市售果干在制作过程中还会额外添加糖浆，让口感更甜。很多人在下午嘴馋时抓一把果干当健康零嘴，殊不知这甜蜜的陷阱正在让血糖不知不觉飙高。营养师形容水果干是超浓缩的果糖炸弹，乍看是果汁，其实糖分浓得吓人。想稳定血糖的人，水果干还是敬而远之为妙。再来第4样，常让人掉以轻心的血糖推手，是市面上很多标榜健康的水果优格饮料。有些人不爱喝含气汽水，转而选择看起来更营养的优酪乳饮品或水果优格奶昔，觉得既补充益生菌又有水果营养。然而事实是，市售的优格饮品常含有惊人的糖。举个例子，一瓶500毫升的草莓优格饮料，含糖量可能高达50克以上，换算下来比同容量的可乐还要高。别看有些乳酸菌小瓶饮料只有1-2口分量，糖却有10几克，喝2瓶摄取的糖就赶上1罐可乐。因为这类饮品除了乳糖本身，就连水果风味也多半靠加糖或果葡糖浆来调制。很多女孩一边喝着优格饮料，一边安慰自己，这总比奶茶健康。但她们不知道，这瓶看似清新的饮品，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液体糖。大口喝下去，
等于把一堆糖直接倾倒进胃里，血糖肯定猛飙。日本专家提醒，对于控糖而言，优格最好选择无添加糖的原味优格，适量食用。至于这种瓶装的水果优格饮，还是能免则免吧。最后第5个，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升糖大魔王，就是夏天人人爱的啜冰及其相关甜品。炎炎夏日，一碗冰凉的啜冰或芋圆仙草汤，听起来再舒爽不过。可惜在营养师眼中，传统啜冰简直就是糖水加淀粉组成的生化武器。一碗啜冰的糖水，糖浆含糖惊人。一碗传统八宝冰至少含有50-60克糖，10多颗方糖浇在细碎的冰沙上，容易一不小心就喝下肚不少。而常见配料如粉圆、芋圆、地瓜圆，大多是以木薯淀粉或地瓜淀粉制成，几乎没有纤维质，升糖速度极快。糖水遇上淀粉就是双重升糖暴击。有实验测试，吃一碗八宝冰后的血糖曲线几乎直线窜升，难怪有人笑称夏天一碗啜冰下肚，血糖计都要被吓坏了。如果实在解馋想吃冰，专家建议尽量挑选爱玉、仙草这类富含胶质纤维、糖分较少的配料，并控制糖水用量，才能稍微减轻对血糖的冲击。但从控糖角度看，远离这类传统冰品是最稳妥的做法。以上我们盘点了5大血糖凶手：白吐司、甜麦片、水果干、优格饮料和啜冰甜品。这些食物要么是精致淀粉缺乏纤维，要么本身含有大量隐形糖分，再不然就是糖和淀粉的混合炸弹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吃下去后血糖上升得又快又猛，堪称让胰岛素手忙脚乱的坏角色。如果我们能在日常饮食中尽量避开这几样高升糖地雷，其实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了。但是光知道不吃什么还不够，我们还得学会怎么吃才能让血糖稳定下来。日本人之所以糖尿病发病率相对较低，就在于他们的饮食文化中暗藏着几个控糖秘诀，归结起来其实就是3吃5不吃中的3吃原则。那么日本人的稳糖秘方到底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秘方其实也是近年来营养学界大力提倡的进食顺序，简单说就是蔬菜先行，蛋白垫后，淀粉垫后。日本家庭的传统餐桌上常常先上一道凉拌海带芽、腌制小菜或味噌汤这类蔬菜开胃菜，然后配着鱼肉、豆腐等蛋白质菜肴一起吃饭。这种吃饭顺序并非偶然，而是有科学道理的。研究发现，饭前先吃一小碟沙拉、烫青菜或味噌汤等高纤维食物，可以在胃里形成纤维网，延缓后续碳水的消化吸收，让葡萄糖释放变慢，餐后血糖峰值就会比较低。有临床试验显示，采用蔬菜、蛋白质、再淀粉的进食顺序，可使餐后血糖峰值下降约2到3成。接着再摄入蛋白质和油脂类食物，比如鱼、瘦肉、豆制品。蛋白质和脂肪也能进一步延缓碳水的吸收。同样一碗白饭，如果最后才吃，血糖上升幅度会比一开始空腹就吃白饭低得多。因此，从现在开始养成小菜先行，肉蛋其次，主食垫后的进食顺序，就是在给血糖装减震弹簧，帮助缓冲。有人形象地说，先吃菜再吃饭，血糖不会一下翻跟斗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二个日本控糖秘诀是每餐搭配优质蛋白，并适当加入好油脂。不少亚洲人的传统习惯是光吃主食不配菜，比如早餐随便2片面包或1碗稀饭就算解决，这其实非常不可取。缺少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碳水餐，等于让葡萄糖毫无阻碍地直奔血液。而日本人的餐桌上，即便是一碗面条，也喜欢加颗溏心蛋，配点叉烧肉。一碗饭也一定配鱼配豆腐，绝不会单独干吃白饭。这背后的奥秘在于，蛋白质和适量脂肪不仅延长消化时间，还能刺激肠道分泌一些激素信号，让胰岛素更平稳有效的工作。吃同样多碳水，如果同时摄入蛋白质，餐后血糖曲线会更加平缓。相反，如果只吃碳水不吃菜，血糖很容易像脱缰野马。难怪有医生强调饭一定要跟菜一起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本某些地区，例如盛产咖喱的爱知县，糖尿病发生率明显较低。
这或许与当地人爱吃富含蛋白质和镁元素的海鲜贝类有关。镁能促进胰岛素作用，研究指出，镁摄取不足的人更容易出现饭后高血糖，因此多摄入像鱼虾鲫梨这样的优质蛋白，还能顺便补充镁等矿物质，有助于饭后血糖更加平稳。此外，烹调时用一点橄榄油、坚果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材，也有助于延缓糖类吸收。但是需要注意，油脂虽好也不能过量，否则热量过高导致肥胖，反而会恶化胰岛素阻抗。重点还是在于均衡，每餐碳水、蛋白、蔬菜和适量油脂都要兼顾，不要偏废。这样组合出来的一餐才是一个稳定释放的血糖友好餐。第三个关键秘诀其实跟吃什么无关，而是吃的节奏，也就是规律三餐与细嚼慢咽。不少上班族为了减肥或因工作忙碌，经常不吃早餐、午餐，随便对付，到了晚上狼吞虎咽大吃一顿。这种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对血糖的影响非常不利。长时间空腹后暴饮暴食，血糖会像暴富一样猛涨，而且吃太快，咀嚼不充分，也让葡萄糖更快涌入体内。日本人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，他们普遍重视吃早餐，讲究3餐定时定量。有调查显示，日本高龄老人中有近90%都能保持每日3餐按时吃。反观一些国家，不吃早餐或饮食无序的比例却很高。规律用餐能帮助身体建立稳定的生物钟，胰岛素分泌也更有节奏，不容易出现大起大落。另外，日本人用餐讲究，一口饭要咀嚼20-30下，细嚼慢咽不仅有助消化，也能让血糖的上升趋缓。因为消化速度变慢了，葡萄糖释放自然没那么快。反之，3-2口就囫囵吞枣，吃完一碗饭，等于一下子给身体倒入大量碳水，血糖峰值肯定飙得高。有专家甚至提出，吃饭就像跟血糖在跳舞，节奏掌握好，舞步才优雅。这说法虽风趣，却很贴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青森县居民因爱好高油高糖饮食，如早餐常吃拉面、杯面，且缺乏运动，成为日本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，平均寿命也偏短。这个例子提醒我们，糟糕的饮食生活方式会大大增加高血糖风险，一定不可掉以轻心。除了以上3大饮食原则外，日本专家们还分享了一些小技巧来抑制血糖飙升。比如餐前喝点醋，饭前10分钟左右喝一杯加了2汤匙苹果醋的温水，记得要先用水稀释。醋酸可以抑制分解淀粉的酶作用，让饭后血糖峰值下降1到2成。再比如饭后适度活动，吃完饭半小时后散步15分钟，能帮助肌肉细胞多利用一些血糖，减缓血糖上升速度。这些方法其实很多都源自日本人的日常习惯，饭前常喝醋、海带饮，饭后走路散步等等，可见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血糖管理融入了生活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日本专家提出的3吃5不吃口诀。所谓3吃，指的就是牢记3项有助稳定血糖的饮食原则，吃对顺序，吃够蛋白，吃得规律。而5不吃，则是尽量远离5种让血糖猛飙的食物，不吃或少吃白吐司等精致淀粉主食，不吃含糖谷物麦片，不吃水果干这类浓缩糖分的零食，不喝加糖的水果优格饮料，少碰传统啜冰甜品。当然，5不吃并非要完全杜绝所有碳水或甜食，而是提醒我们提高警觉，别再错把那些升糖地雷当成健康食品天天吃了。最后，我们再来想象一个场景，每天遵循3吃5不吃之道，你的餐桌或许变得跟日本家庭一样丰富而均衡。早餐有全麦吐司加水煮蛋和生菜沙拉，午餐有鱼肉豆腐蔬菜搭配，一小碗杂粮饭，晚餐吃到8分饱并配上一碗味噌汤，饭前小酌一杯淡醋饮，饭后悠闲散步助消化，远离含糖饮料和垃圾零食，改以坚果当零嘴。这样的生活听起来清淡朴实，却潜藏着强大的力量。你的血糖曲线将不再大起大落，而是如水平般平稳。当别人还在为血糖烦恼奔波时，你已经悄悄筑起了一道健康防线。可以说，只要记住并实践，
3吃5不吃的口诀，想让血糖飙升都变得困难。你的胰岛素小马达就能轻松跟上每一次餐后高峰，不知不觉中，你将远离糖尿病和相关并发症的阴影，迎来清爽有力的人生。今天就开始行动吧，让我们一同朝着稳住血糖、健康长寿的目标迈进。